河之上提前殺青，81天收官，譚松韻的真性情為何讓全劇組都捨不得？如果一部電視劇原本計劃拍攝90天，最後卻提前9天殺青，你會想到什麼？是劇組效率太高，還是演員和工作人員之間的配合特別默契？而這一次，春河之上給出的答案似乎都藏在殺青當天的那些照片裡。8月22日，春河之上正式迎來殺青。這部原計劃拍攝90天的作品，最終僅用了81天便完成全部拍攝，比原計劃提前整整9天。對於一部電視劇來說，這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字變化。81天背後是演員連續不斷的工作，是工作人員無數個日夜的堅持，也是整個劇組從開機到殺青，一點一點把故事拼完整的過程。而在殺青當天，譚松韻再次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不是因為她站在最中心的位置，也不是因為她刻意制造了什麼特別的場面，恰恰相反，真正讓人喜歡的是她和身邊所有人的互動。照片裡的譚松韻和劇組工作人員、同事一起合影，臉上的笑容非常自然，沒有距離感，也沒有刻意擺出來的明星架子。有人看到這樣的畫面後說，自己特別喜歡譚松韻身上的那種能量，一種很有感染力的能量，熱情、認真，又帶着一種很自然的親和力。尤其是他面對身邊不同工作人員時的狀態，更容易讓人感受到他似乎並沒有把劇組簡單的劃分成演員和工作人員，大家都是為了同一部作品努力的人。也正因為如此，殺青這一天才顯得格外特別。對於演員來說，殺青意味着一個角色暫時告一段落，但對於劇組來說，殺青更像是一次漫長旅程，終於抵達終點。從第一天進組到最後一天收工，從陌生到熟悉，從第一次對戲到最後一次告別，81天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絕對不短，足以讓一群原本因為工作聚在一起的人慢慢產生真正的感情。而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殺青現場的氛圍會讓人覺得格外溫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春河之上的殺青還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小細節。劇組收到了來自蘭香如故同事們準備的奶茶合作，一杯杯奶茶看起來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但在劇組殺青這樣的特殊時刻，一杯奶茶其實很容易變成一種很有溫度的祝福。你可以想象一下，連續拍攝了81天之後，大家終於迎來了最後一天。有人送來奶茶，有人送上祝福，有人拍照留念。那些平時看起來很普通的瞬間，在殺青之後反而會變成最容易被记住的回憶。而蘭香如故同事們送來的這份心意，也讓這場殺青多了一點跨劇組之間的溫暖。從這個角度來看，娛樂圈並不只有競爭，在真正一起工作過的人之間，也可以存在非常真誠的支持和祝福。而譚松韻給人的感覺，似乎正是這種很容易讓人與他產生親近感的類型。他並不需要通過誇張的動作證明自己有多受歡迎，很多時候，一個自然的笑容，一次合影，一句簡單的問候，就已經足夠讓人感受到他對身邊人的尊重。這也是為什麼每次出現劇組殺青照片的時候，大家都會特別關注演員和工作人員之間的互動，因為真正能留下來的，不只是明星站在鏡頭前的樣子，還有他們在鏡頭之外對待身邊人的方式。而譚松韻這次殺青照片所傳遞出來的，恰恰就是一種非常舒服的感覺，熱鬧卻不喧囂，開心卻不刻意，親近卻不做作。這也是很多觀眾喜歡他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除了殺青現場的氛圍之外，春河之上這一次提前完成拍攝，同樣值得關注。原計劃90天，實際81天，整整提前9天。這說明整個拍攝過程至少在時間安排上相當緊湊。對於演員來說，這意味着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裡完成更多場次。對於導演和幕後工作人員來說，也意味着現場調度、燈光、攝影、服化道以及各種拍攝環節需要保持非常高的配合度。所以，當一部作品能夠順利提前殺青時，背後往往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
而是整個劇組共同努力的結果。譚松韻飾演的角色季三妹也因此正式結束了她的拍攝旅程。從開機到殺青，一個角色真正走完了屬於自己的拍攝週期。至於這個角色最後會給觀眾帶來怎樣的驚喜，現在還需要等待作品正式播出之後才能知道。但至少從殺青階段釋放出來的氛圍來看，劇組整體的狀態是非常積極的。而對於粉絲來說，殺青其實也是一個新的開始。因為殺青意味着演員接下來可以暫時告別這個角色，但對觀眾來說，卻意味着距離看到成片又近了一步。大家現在最期待的，自然就是《春和之上》什麼時候能夠正式和觀眾見面。畢竟，一部作品真正的成績，從來不是殺青當天決定的。真正的考驗是播出之後，角色是否打動觀眾，故事是否能夠留住觀眾，演員之間的化學反應是否自然，劇情節奏是否能夠讓觀眾一直追下去。這些問題最終都要交給觀眾來回答。不過在正式播出之前，我們至少可以先把杀青當天的這一份快樂收藏下來。因為對於劇組來說，這81天已經成為過去，而對於觀眾來說，春和之上的故事才剛剛開始。更有意思的是，譚松韻一直以來給人的感覺就是那種很容易把工作變成共同經歷的演員。他的狀態並不只是完成自己的戲份，而是會和身邊的人一起，把整個拍攝過程變成一段值得記住的經歷。所以這一次看到他和大家一起拍攝殺青照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並不是明星又發了什麼照片，而是覺得這個劇組真的結束了。那些一起熬夜、一起拍戲、一起趕進度的人要暫時分開了。也許以後還會在新的作品裡再次遇見，也許下一次見面，大家已經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劇組。但81天形成的記憶不會因為殺青2個字就立刻消失。這就是劇組最特別的地方。開機的時候，所有人帶着期待走進來；殺青的時候，所有人帶着回憶離開。而譚松韻在這個過程中留下的，也許不僅僅是季三妹這個角色，還有她和劇組夥伴們一起度過的這段時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殺青照片真正珍貴的地方，並不是照片拍得有多漂亮，而是照片裡的每一個人都曾經為了同一個故事努力過。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這一次春和之上的殺青，我想可能就是90天的計劃，81天的堅持，提前9天收官。而在最後一天，譚松韻依然用她熟悉的熱情和真誠，為這段旅程畫下了一個溫暖的句號。一邊是奶茶和鮮花，一邊是合影和笑容，還有一個終於殺青的季三妹。接下來就只剩下等待。等待春和之上正式播出的那一天，也等待譚松韻飾演的季三妹真正從劇組的鏡頭裡走進觀眾的視線。或許到那個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明白，這81天的努力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答案。但至少今天可以先說一句，辛苦了，春和之上，辛苦了所有劇組工作人員，也辛苦了譚松韻。81天順利收官。願季三妹上線之後能夠真正驚豔觀眾，願春和之上播出順利，收視長紅，口碑爆棚。而這一次殺青留下的每一張照片，也希望未來回頭再看時，依然能夠讓大家想起那個充滿熱情、笑聲和努力的夏天。